3月18号，正当俄国大地上的人们满怀着对将要到来的春季的憧憬时，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了总统大选的数据。据统计，在此次俄总统大选中，现任总统普京以接近88%的超高得票率，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，以绝对优势赢得此次总统选举。这不禁让人发出疑问：俄罗斯就没有别人了吗？为何非要普京？1952年，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工人家庭。虽然生活贫苦，但在曾参加过卫国战争的父亲影响下，普京从小就养成了坚毅刚强的性格，尤其喜欢柔道。因为喜欢街头斗殴，普京一度被视为学校里的坏孩子。但好在他遇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——德语老师古列维奇。在这位德语老师的提携下，普京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，尤其是德语达到了近乎母语的水平，这也为他以后另一段经历奠定了基础。1975年，只有23岁的普京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普京顺带还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。也正是在学习经济的过程中，普京遇到了他的第二位贵人索布恰克。在大学里，索布恰克惊奇地发现，普京与别的同学不同，他在学术和理论上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方式。经过深入交谈，索布恰克很是欣赏普京，为此还私下邀请普京来家中学习。但普京并没有遵循索布恰克的希冀，他毕业后接受了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的邀请，成为了一名特工。1983年，因为德语出类拔萃，普京被派驻到东德，度过了作为秘密特工的6年。只是好景不长，1990年，由于东欧剧变和柏林墙的倒塌，普京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撤回列宁格勒。鉴于普京的特殊身份，在政府安排下，普京在大学谋了个打杂的工作。但好景不长，当1991年苏联解体，普京这位前特工不得不面临失业的窘境，一度去开黑出租来养活家庭。而此时，作为列宁格勒市长的索布恰克在得知普京情况后，迅速将普京聘请为自己的顾问。就这样，普京走上了从政的道路。1996年，索布恰克选举失败，并遭到时任俄总统叶利钦针对。叶利钦并不想索布恰克继续活下去。就在关键时刻，普京不顾个人安危，利用自己的人脉搞来了一架芬兰医用飞机，随后把索布恰克送到了巴黎。做完了这一切的普京没有丝毫畏惧，他主动去有关部门自首，并坦言道：“抓捕我吧，我不后悔。”也正是这一豪气冲天的行为，他赢得了时任俄总统叶利钦的赞赏。叶利钦丝毫没有追究普京的责任，还一路提拔他。在1999年，叶利钦宣布辞职，让第一副总理的普京接替了总统之位。2000年3月，普京在大选中获胜，正式成为俄罗斯联邦第3届总统，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。普京从2000年正式担任俄总统之位以来，除开让自己的政坛搭子梅德韦杰夫担任过一届总统之外，其余时间普京都牢牢占据着总统宝位，堪称政坛常青树。而普京能在凶险万分的政坛里保持自己的地位，一靠权力基础，二靠自己的执政功绩，这两者犹如坚实的承重梁，支撑着普京始终矗立在莫斯科。先说权力基础，普京之所以能稳坐权力宝座20年之久，这也要归功于普京的权力基础。第一个基础就是恩师索布恰克留下来的团队。索布恰克在担任市长期间，出于利益和圣彼得堡本地的知识界人士、大资本家、政治界精英组成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集团。在索布恰克于2000年去世后，这个集团迅速靠上了当时已成为俄罗斯总统的普京。而刚就职总统、政治根基尚不稳固的普京也重用了他们，让他们成为自己政治上的左膀右臂。比如一直在普京身边担任秘书职务的谢钦，师出同门的前总理梅德韦杰夫，他们都是普京身边圣彼得堡帮的核心成员。第二个基础是希拉维克集团，指的是俄联邦的安全、警察、司法、情报部门的指挥官抱团组成的权力集团。由于苏联解体，上世纪90年代，克格勃许多人员不能够吃皇粮，以至于只能丧失尊严，去给以前看不起的商人当仆役、保镖。但普京的上台让他们重新找回来尊严，而普京也需要强力部门的支持，一拍即合，形成了政治同盟。而说起执政功绩，普京的执政功绩可以简单的分为耕与战。说起耕这一方面，相比崩坏的90年代，普京在2000年到2008年的任期内，带领俄罗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，年增长率高达 7%。到2007年，俄国内的 GDP 相比普京执政之初增长了 94%， 人均收入翻了一番，俄罗斯的贫困人口也大幅度减少。而在战方面，普京可谓是战果累累。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，他就亲自指挥部署，并来到前线探望俄罗斯军队，使得俄军士气大涨。最终，在普京的领导下，俄军一扫前次车臣惨胜的耻辱，在2000年5月赢得战争胜利。此外，格鲁吉亚战争和克里米亚事件也为普京积累了雄厚的威望。
他的种种举动极大地满足了俄罗斯民众的大国梦，俄罗斯人民也以常年高达80%以上的超高支持率来回报普京。而如今，俄罗斯面临困境、战争和被制裁这样的情况，让俄罗斯和普京越绑越紧。时至今日，普京已经做了20年总统，而苏联领袖斯大林在这个位置上执政了29年。倘若普京能一直干到2036年，他将超过斯大林，成为自苏联后俄罗斯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。普京之所以有可能连任至2036年，不仅因为普京的个人执政能力，更因为当下俄罗斯的困境只有普京能解决。换句话说，俄罗斯离不开普京。从现实来看，俄罗斯因为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，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3方面的重重压力。如果俄罗斯失去普京这位靠着战功享有超高威望的总统震慑，那俄罗斯将会失去政治上的向心力。被普京个人威望所掩盖的经济矛盾、政治矛盾都将以极快的速度激化。以车臣共和国为例，现任车臣领导人小卡德罗夫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只忠于普京一人，其言外之意就是普京不在，车臣可能会闹独立。只要普京不能连任，那么国内爆发的一系列矛盾必将传导至正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身上，势必会极大影响士气，导致战争失败。那么俄国大地将重新上演100年前一战的剧本。所以俄罗斯需要普京，也只能是普京。